1、2、13，给贵人诊治，今天多挣了13文。老板，给我挑几个最红的。他说过，现在是吃石榴的季节了。江燕，李昭昭，你今日怎么这么晚回家？今天药铺忙了一阵，院里的鸡饿得直叫，吵得要死。你能不能赶紧把这鸡给扔了？那只老母鸡每日都能下蛋，我舍不得扔了它。李昭昭，你就不知道往面里多加些肉吗？跟着你1年多，我都瘦了一大圈。不是昨日刚给你做了土豆炖排骨吗？而且今天的面里我特意放了2只河蟹，味道很鲜，不信你试试。这都觉得好吃，乡野人家果然没吃过什么好东西。阿娘的话，难道真的是错了？您真准，我儿果然娶到了林家的好姑娘。阿娘，你给所有人都看过姻缘，怎么不帮昭昭看一看我未来的夫婿到底是个什么模样？阿娘，你就告诉我嘛。昭昭，这便是你的夫君。他生得真好看。阿娘，我会觅得良人吗？会的，我们昭昭会遇见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你喜欢他，他也喜欢你。天机不可泄露，多的我就不说了。没关系，我已经知道我会有好姻缘啦。阿娘，我等到了，你是我的良人。药又快没了，回魂草可不便宜，姑娘，这已经是最低价了。买。醒了。总算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了。昭昭，这是你的夫婿，他会是个很好很好的人。阿娘说的人一定不会错。今天给你炖只鸡补补。别怪我，家里就剩你最补了。江燕，我不是，我是在杀鸡。乡村野妇，粗俗不堪。好看吗？俗气。泡脚对伤口恢复有好处。麻烦。这是镇上最甜的。算。李昭昭，你不会真觉得我会娶你？江燕，我阿娘会占卜。然后呢？阿娘临终前留给我的，她说我未来的夫君长这样，你觉得会是你吗？李昭昭，给我1天时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突然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明日我告诉你答案。什么情况？大胆刁民，见到殿下还不行礼！李昭昭，你装什么装？你不是早就知道姑是东宫太子，特意救下姑讨好姑吗？东宫太子？是啊，东宫有吃不完的山珍海味，有数不尽的绫罗绸缎，不用吃你做的糟糠菜，也不用穿你给的粗布衣。这样会不会好看一些？你针脚太熟，更丑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开始偷偷攒钱，每天攒1文钱，想着回头给江燕买一匹绸缎做衣裳。你昨日还拿着姑的画像诓姑，说什么姑会是你的夫君，不就是想攀高枝吗？装的还挺像的。难道你那个精通占卜的娘没有告诉你姑的身份吗？没有，阿娘说天机不可泄露，从未告诉我画中人的身份。
如果不知道姑的身份，为什么要散尽钱财救你？原来他将我对他的好，统统归结为谢恩图报。乡野村妇本不配随姑入京，念在你护驾有功，姑就许你做东宫侍妾了。村里人总说我娘占卜精准，从未失算。可在算我姻缘这件事情上，阿娘错了。江燕不会是我的夫婿，因为我根本不会跟他回东宫。我才不稀罕什么东宫侍妾。李昭昭，难道你还想太子妃之位？你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，配吗？不是不配，是我不屑。李昭昭，你在说什么？姑肯把你带回东宫，你却不走，还说不屑。江燕，帮我搭把手。庄稼事是村妇干的。江燕，隔壁村有流觞曲水，我也想去看看。哼，村妇粗鄙，学不来这些附庸风雅。江燕，你想和我一起去药铺看看吗？女子抛头露面丢人。明明我救了他的性命，他却如此鄙薄我，怎么可能会是很好很好的人？阿娘，你在我的姻缘上看走眼了。李昭昭，姑最后问你一次，要不要随姑入东宫？不去。你是欲拒还迎，等过段时日你想清楚，自然会进京找姑。到底是阿娘的遗物，我没舍得扔。但江燕这个人，在我心中已经彻彻底底的丢掉了。昭昭，江燕呢？这么危险的活儿，她怎么从来不给你搭把手？她走了，太好了！我早就看那混蛋玩意儿不顺眼了。你娘也是看走眼了，怎么会说那种人好呢？每天什么都不干，就知道张嘴指挥，走得好，走得好啊！昭昭，你莫不是哭了？这种男人不要也罢，看他今日一副贵人打扮，你便该知道他和我们不是一路子的。婶儿，我没哭，我还盘算着明天要去趟集市，再买2只鸡回来，多给我下点鸡蛋吃。还有，我以后再也不捡男人回家了。就是这村妇勾引殿下，苏小姐交代，定要取她性命。好浓的血腥味！多谢庄氏救命之恩。昭昭，昨日不是还发誓绝不捡男人了吗？今天怎么又带回来一个？婶儿，没办法，这人救了我，我总不能把他丢在路边吧？这人命倒是大，明明伤得极重，又打斗了一番，却还吊着一口气。我照顾了他小半个月，把他硬生生从鬼门关那头逃了回来。这个人的气度竟然和江燕如出一辙，看来也是个位高权重的贵人。粗俗不堪！谢谢你啊，昭昭姑娘。我是谢宇。昭昭姑娘，你的草屋布置的真温馨漂亮，我特别喜欢。你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对了，这件衣裳质地粗糙，你要是穿不惯就先换下来，我把你那日穿的棉衣洗干净了拿给你，这样会不会好看一些？比针脚太疏更丑。身上的这件衣服还绣着凤仙花，正是江燕嫌弃的那件，我都还没来得及丢掉，谢允就出现了。衣服不粗糙，这花儿绣的也漂亮。针脚不是很疏吗？那些大铺子里的绣娘，虽然针脚细密，却缺了灵动之气。你这凤仙花倒是生动。昭昭姑娘，我现在身子未愈，恐怕还要再叨扰你一段时间，可以吗？好，我这就去给你熬药。
这粥熬得软糯，咸菜也爽口，多吃点儿。你照顾我辛苦，人太瘦了。他不嫌弃我做的是粗茶淡饭。这几只母鸡养得真精神，叫声也透着一股子欢实劲。上次江燕醒时，我忙着杀鸡给它补身，但这一次，我宝贝着这3只小家伙，再也不想为了给别人补身子把它们杀了。昭昭，你这花养得真好。昭昭，你娘果然看走眼了。沈儿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这个啊，这个明显比上一个好多了。谢雨，你身子还没好利索，赶紧回屋躺着，这雨马上就下来了。我虽然不会这些粗活，但2个人总比1个人快些。你教教我，这土要填多高才稳？李昭昭，你这是女儿家的手吗？天天干活施针，变得这么粗糙。一看你这手，就知道你平时一定常常干活，孤身一人养活自己，很辛苦吧？但是再辛苦也得对自己好点。阿娘死后，还是第一次有人问我累不累。谢雨，上面滑，还是我来吧。你在下面地草便好。昭昭，我在隔壁墙头都瞧见了，那小伙子不仅嘴巴甜心肠好，干活来也是把好手。他只是感激我的救命之恩，顺手帮帮我，要不然把他留下做你的相公吧。沈儿，这个当不了相公的，贵人嘛，一时兴起在这里住下，可早晚都要离开我们凤仙谷。可以带我一起去吗？从未有人这样陪我走。李昭昭，你是不是医术不精？这穴位没扎准吗？李昭昭，你怎么都不敬视我？天天摸这些草药，不怕肮脏吗？当归少了3两。刚才那个穿黑衣裳的中年男人，趁着你给别人医治的时候，偷了许多当归。你都看见了，怎么不和我说呢？李昭昭，开药铺是你的生计，你连谋生的活计都干不好，怎么好意思怪我呢？不过3两当归，又不值什么大钱，有什么好难过的？真是丢人。可这些当归都是我辛辛苦苦种的。我这陈年腰痛，扎了之后竟松快了许多，多谢多谢。好了，辛苦了。昭昭，你好厉害啊！我来这儿才半日，已经听见好几个人夸你医术好了。李郎中，抓2副川贝。离得好近，清醒一点，他不过是困游潜水借住一宿，你们根本不在一个世界。昭昭，等我片刻。昭昭，你的手生得很漂亮，可以试着每天临睡前涂抹一点在手上，这样就不会有茧子。我刚刚还提醒自己不要沉沦，可偏偏这个时候，心还是以极快的速度
不由自主的下坠，再下坠。昭昭，那日想杀你的人，你可知是谁？我不知得罪了谁。那你呢？为何受了那么重的伤？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他不问，我便不提。即便伤好之后，谢云也没有想走的意思，我也默许了他住在这里。李昭昭，江燕，他居然回来了。李昭昭，你不是应该在东宫吗？办事刚好路过附近，就来看你一眼。姑走后，你后悔当初的决定了吗？离了姑，你依然只能在这山野间摆弄这些苦药。现在想入东宫做是非，还来得及。不必了，我不想去。你想对昭昭做什么？江燕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别打歪主意。我们昭昭马上就要有新相公了。新相公？我哪来的新相公啊？李昭昭，你有新欢了？算了，这种时候还是别拆婶的台了。是村里的男人吧？也对，若非是这乡野村夫，这种地方还有谁能看上你？李昭昭，离了姑，你的眼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了？连村夫也肯要？你，昭昭，柴火砍好了，堆在老地方吗？果然是个村夫。你个贵人神气什么啊？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清楚，什么村夫？我们昭昭新相公的模样，清风朗月，比你好多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李朝昭，你还真是让姑意外啊！你还不知道他是谁吧？他叫谢宇，中永侯家唯一的嫡子，13岁入军营，17岁封将军，23岁已夺回3州14城，被圣上夸赞是100年难得一遇的奇才。3个月前，他在边境被偷钱过来的外敌埋伏暗杀，朝中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，谢家都快把招魂幡挂起来了。原来他竟是躲在你这穷乡僻壤里，在你这儿躲清静。什么将军？你说什么胡话呢？李昭昭，他不过是受了伤，在你这里避难，和姑如出一辙。你还当真以为他会娶你这样的乡野村姑？谢家是100年世家，根基深厚，最是讲究门第。谢家更立下过嫡子不可纳妾的祖规，娶你那是会有损谢家的门楣。可若想纳你，规矩又抬不动。李昭昭，你跟在他身边做什么？是婢女还是外室？我知道谢允是贵人，我从未妄想过什么高枝，我只是觉得在这孤独的山野岁月中，有个他陪着很好。殿下，中永侯府的世子已经死了，死于伏击，死讯想必早已传遍大魏。现在站在你面前的，只是这凤仙村的普通村夫谢宇。村夫和村妇刚好很配，不是吗？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放着万众瞩目的中永侯府不要，放着赫赫军功不要，你甘愿留在这僻壤做一个村夫？你这双手是用来握枪杀敌、舞枪弄棒的，怎么能在这做这种低贱的事情？低贱吗？殿下难道不吃饭喝水，不烤火取暖？既然要食人间烟火，那为人备好柴火饭菜，又何来低贱可言？谢宇，你以为你还能在这避世多久？南方战乱是平了，可西北的荣国又开始闹事，如今朝中无人。谢宇，你那一身骨头是长在马背上的，回头还不是得你带兵去打仗？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几时！容人叩边。昭昭，我真不喜欢打仗。我打了10几年，从13岁开始，一睁眼就是摸刀鞘、看军报，满眼都是血。这日子我是真过够了。我从小就想去山野间隐居，每天侍弄点草药，听听鸡叫猫挠。那为何？少时我和我爹说了这事，被他打了个半死，直接从病榻上拎起来送进了军营。
若非江岩亲口点破，我当真没办法把这个温润如玉、会帮我洗碗晾衫的男人和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将士联系起来。谢允，我给你看个东西，你别笑我。好，我不笑。谢允，我给你看个东西，你别笑我。好，我不笑。上次遇见歹人，我害怕极了，拔腿就跑，完全忘了可以反击。如果再遇见坏人，我这几招能要了他的性命吗？谢允，你答应过不笑的。傻昭昭啊，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别说要人性命了，一拳都落不到别人的身上。那你能教教我吗？我想学学招式，以后遇见这种情况能有自保之力。我爹以前就是在路上遇到了坏人，才丢了性命。我不想步他的后尘。对不住，我不知道这个中阴油，想要自保，耍那些花招是没有用的。战场教我的规矩只有一条，要做就要一击毙命。教你如何前置，如何锁后。昭昭，遇到这种情况，不要有任何犹豫，不要心软，把武器对准他的脖子，直接刺进去。可我怕学不会。不怕，一遍学不会就学10遍，10遍不会就学100遍。昭昭，手腕再沉半分，力道要从腰间发出来。谢韵，我是不是太笨了？这个招式你都教了我3天了。只要这招练熟了，即便你力气小，也能让歹人心惊肉跳。再来。昭昭妹子，大晚上的，哥哥陪你走一段。放开我！张二狗，你疯了！江夜，我刚才在路上遇到张二狗，他欺负我，你能不能教我一点功夫？我想护着自己。本来就粗鄙，还学什么功夫？你就不能安安分分在家待着，做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吗？谢允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学这些功夫表现得太粗俗了？不会啊，在我眼里，昭昭你朝气勃勃，意气朗朗，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自己？世界上哪有什么粗俗的姑娘，不过是有的姑娘选了随性洒脱，有的选了内敛沉沉罢了。那种感觉像是不小心坠入了一条温柔河流里，不能沉沦。谢允，绳子接一下。抱歉，出神了。西北局势越来越焦灼，和戎人的战争一触即发。我知道他迟早有一天会离开。下盘不稳，再来。刚才那招闪避时步子要收窄点。昭昭，我可能要去西北了。什么时候走呢？再过10来天吧，我得赶在战前过去。10来天，竟这么快？以前他在的时候，由于他的嫌弃，我总宝贝着他们，舍不得杀。可他帮了我这么多，还从未喝过我煲的一口热汤。明天委屈你了，总得让他带点念想走。谢允，你先在这守着，我去对面看看那兔子，马上就回来。好，去吧，我替你看店。瞧那郎君，生得真俊，这是谁家的郎君啊？谢郎君，你有主了吗？我有主了。在哪儿呢？
我的主儿在那儿。明知道他是拿我挡桃花，可为什么心里的位置像是突然炸开了一团五彩斑斓的烟花？其实那些话，刚才什么？这是干什么？谢将军，可让咱家好找啊！圣上有旨，将军快跪下接旨吧。臣谢允，后旨。皇上有旨，命将军即刻启程，刻日赴西北督战。谢将军，将军令重于泰山，将军请起吧。除了剿匪之功，皇上还要咱家带句话给将军。这大魏的江山，终究是皇上的江山。皇上竟然是江燕。先帝驾崩，身为太子的江燕登基，第一件事竟是让谢允奔赴死伤最惨烈的战士。将军，皇上说国事要紧，荣国铁骑已经扣关，命你即刻启程，带上这些千兵，速速回京领虎符，莫要耽搁了军机。臣接旨。我这便出发，只是去村口的这段路，想让家人送送。这种小事自然是听将军的。怎么会这么快？明明昨天还在说要陪我去药铺，明明刚才还想说那些话，我甚至还没来得及杀那只老母鸡，还没给它煲一碗补身子的鸡汤。昭昭，以前在京城，他们都说我是战神，夸我战无不胜。昭昭，以前在京城，他们都说我是战神，夸我战无不胜。可每一战，我都是拼上了性命去打。只要战事未定，我就生死难卜。这样的我，没有办法给你许诺任何未来。原来他一直都知道自己的处境。昭昭，昏迷时我是有意识的，我听见了你和春氏的聊天。婶儿，我这种村妇，她总会嫌我粗俗。你和春婶说，旁人总嫌你粗俗。那一刻，我突然就想到了自己，从小到大，不管我做得多好，我爹都觉得我不够好。在一次次的打压里，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，觉得自己是个差到极致的人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这么个善良的姑娘，该快快乐乐的才行，怎么能妄自菲薄呢？所以，我想帮帮你。我们昭昭很好很好，不要被别人的三言两语诓了去。以后的每一天，都得开开心心的才好。难怪他自醒来后就一直夸我，原来是这样。谢允，倘若能平安回来，你会来找我吗？会。西北战事一了，若我能活着，便来寻你。那我们
还可以像现在这样吗？傻昭昭，到时候我们可以比现在更亲近一些。阿娘，我好像真的遇见那个很好很好的人了。昭昭，这把匕首我带了许多年，给你护身用。等我回来，记得给我看看你的招式有没有进步。那等你回来，我给你煲鸡汤。我煲的鸡汤特别美味。好呀，我记下了。诸军回京。瞧，那贵人还不是丢下他跑了？我就说，这种村夫哪有福分？谢允教我的招式，我每天都在练。我现在敢一个人走夜路回家了。好不容易来了个不错的，怎么又跑了？昭昭啊，你别太难过。婶儿，我不难过，我每天都在心里祈祷他平安，但我更要过好自己的生活。谢允说的对，我得过顶好的日子。李姑娘在吗？皇上口谕。皇上说了，念在你当初在凤仙村护驾有功的份上，特意破例封你为贵人。这些绸缎是赏你的，还不谢恩？我是皇上的乳母，看着皇上长大的，你可知道，皇上最看重出身与举止礼仪。像你这样的女子，若非皇上仁慈，本是入不了他眼的。如今侥幸能入宫，那就是天大的福气，简直是你家祖坟都冒了青烟了。嬷嬷请回吧，我无意入宫。昭昭，又有你的信，是西北寄来的。西北来的？医官刚送到镇上，我这就紧赶着给你送来了。第4封了，这是他寄来的第4封信。哼哼。他这是在跟我报平安呢。等我回来，记得给我看看你的招式有没有进步。谢允，我也都好，药铺的营生也是蒸蒸日上。阿牛，麻烦你了，一定要交到医官手里。放着大好生活不过，你非要在这里做开药铺的低贱活，无可救药，当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他在宫里当差事谋生，我也是谋生啊。好险！听说西北那头谢将军带人夜袭敌营，大胜！大胜，他平安就好。胜是胜了，可那边风沙大，这一仗打得惨烈。听说第一排冲锋的将士没几个活下来的。皇上让卑职再问一声，姑娘可想清楚了？入宫便是享之不尽的荣华。东西带回去，我在这里过得很好。他在京城时那般高傲，如今做了皇上更是。谢允，你为什么要给这样的人守江山呢？昭昭，打仗不是为了皇上，是为了万千百姓。若国门不守，那颠沛流离、妻离子散的，便是这天下的父母妻儿。
千万别出来！若非谢云带兵退敌，凤仙村的凤仙花早就该枯死了。谢云，我好像更喜欢你了。听说了吗？西北出大事了。可是那尊谢战神正是。听说谢将军带着一小队轻骑深入敌群，原本是要奇袭，谁料撞上了戎人的战马重骑兵队。那结果呢？已经断了信儿，整整3天，半点消息都没传出来。所有人都说怕是回不来了。3天没有消息了。谢云，你答应过我的，西北战事一了，你就回来寻我。你还说我们要比现在更亲近一些。你连我煲的鸡汤都还没喝过，你不能食言。阿娘，你若是真的灵验，一定要护她周全。大哥，西北那边可有最新的军报？谢将军有消息吗？西北大捷，谢将军突围成功，全歼戎人铁骑，谢将军无恙，敌军已退。无恙就好。已经3天了，这3天里，我满脑子都是他，竟连自己的生计都给忘了。谢云，你快点回来看看我。西北大捷，荣国递交降书，大魏全胜！赢了，真的赢了！谢将军以少胜多，直接杀到了荣国的王帐。真是大英雄啊！他真的做到了。消息能传到这种偏远的小镇，仗肯定已经打完好几天了。他现在是在凯旋回京受封的路上，还是……谢云，你现在是满朝文武都要仰仗的英雄了，你还会来找我吗？谢云，昭昭，过来。昭昭，过来。怎么伤的这么多？你看，大魏的敌人都被我打败了，荣国已经降了，从此山河太平，我可以卸甲归田了。对，汤，我要去杀鸡。谢云，你等我，我之前答应过，只要你平安回来，我一定要杀一只老母鸡，给你煲汤补身子。昭昭，今晚先别忙活了，我这番回来是趁着回京复命的空档，换马疾驰了2天2夜，特意赶到凤仙村给你报举平安。你说明天就走？明早就要启程回京复命，今晚我想让你陪我说说话。最凶险的一次是突围时战马被斩杀，敌人的马蹄就在我耳边踏过，我整个人仰在沙地上，马蹄的泥尘甚至进了我的眼睛。那一刻我在想，这凤仙村里还有人在为我牵挂，有人在等我回家，所以我告诉自己得活下去，我得好好的。昭昭，你的心意还和之前一样吗？昭昭，等我回来娶你。
以后再也不会是一个人了。阿娘，我从前总觉得您在那幅画上算错了，可阿娘，您算对了一件事，我真的遇上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我很爱他，他也真的很爱我。谢允策马而去的那个早晨，眼底里还有光，他许诺了我一个家。当时我以为山河无恙后的再相见便是白首，可我却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也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到谢允。出大事了！京城出大事了！谢将军谋逆，未经复命时被禁军当场斩杀。皇上大怒，钟永侯谢家一门176口全都没了。李姑娘，皇上又让人来问了。姑娘现在只有他能依靠了，难道还不肯入宫吗？周昭，我真不喜欢打仗，这日子我是真过够了。我从小就想去山野间隐居，每天侍弄点草药，鸡叫猫。谢允这样的人，对权势名利没有兴趣，一心只想着卸甲归田，怎么可能会谋反？嬷嬷，外面的消息是谣言，对不对？谢允其实还活着，对不对？他谢允打了胜仗，又能怎么样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归根垫底还不是大魏的子民，以下犯上，其罪当诛。你还不知道吧？谢允被就地诛杀时，禁军残动，一刀下去就砍了他的脑袋。哎呦，那场面，他的头颅就那么咕噜噜的滚了下去。停下时，那双眼睛还睁着，看着西北的方向。西北方可不就是咱们这凤仙村的方向吗？那是死不瞑目啊！谢允，你上了那么多次战场，退了百越，平了今日，你没死在敌人的刀下，怎么偏偏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？我的老母鸡还长得这么肥，你还没喝过我煲的汤呢。昭昭，等我回来娶你。我们昭昭以后再也不会是一个人了。你明明才鼓起勇气给我承诺，怎么能食言呢？昭昭，没有，还是没有他的信。可是都没有，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谢允。那样的人物，说没就没了，功高震主罢了。原来是因为他赢了，所以他必须死，是真的死了，回不来了。心痛到极点的时候，竟连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。一群贱人，还想翻了天不成？李姑娘，快别锄地了，快来看看，皇上心里一直惦念着你。这不，他如今登基后，看惯了宫里那些循规蹈矩的大家闺秀，倒是越发觉得您挺可爱的。李姑娘，您就别犟了，皇上如今天天念叨着您呢。御膳房做的那些山珍海味，皇上说翻来覆去就是那几种花样，吃都吃腻了。皇上亲口说的，想喝您煲的鸡汤了。鸡汤？他居然还有脸提鸡汤？皇上发话了，只要你肯入宫，封位之礼绝不含糊。皇上说了，破例封你为嫔，这是何等殊荣啊！江苑是好面子的，他不会强行抢我入宫，他只会一遍遍抬高位分和待遇，这已经是他在示弱。好，转告皇上，明日过来接我。谢允，我找不到你。他借口说你谋反，剥下了你的皮肉，敲碎了你的每一根骨头。谢允，明天我就会进京了。谢允，你这人性子急，我不说详细些，你怕是听不明白。前天啊，
春婶家的大儿子娶亲了，村子里可热闹了。春婶笑得嘴都合不拢，还一直念叨着要是你在，肯定能帮着挡不少酒。我今天去后山忙了半晌，新摘了很多茯苓，每一朵都长得好，晾干了能换不少药钱。谢云，其实我很想你。你是嫌太晚了，催促我回家吗？谢云，我以后可能不能像之前一样天天来看你了，可能会走得有点久才能回来。这次轮到你等我了。李皮娘娘，这就请起驾了。这便是你的夫君，你会遇见一个很好的。原来阿娘当年并未算错，阿娘只是没有告诉我，我的心上人和我的夫君不是同一人。昭昭，你终于来了，本宫盼你可是盼了许久。娘娘认得我，皇上时常提起，本宫自然是认得的。你希望我来，怎么会不希望呢？皇上他呀，这1年多来心心念念可全都是你。你是不知，这1年多来，后宫陆陆续续纳了不少人。皇上看中门第，抬进来的多是世家小姐，可偏生出了某些有野心的，仗着皇上的一时宠爱，爬到了贵妃的位置。如今年纪轻轻就敢来本宫这儿叫嚣。昭昭，自凤仙村一别后，皇上每提及你，眼里都是不一样的神策。你一直不肯入宫，他便越发心痒难耐。这次你终于来了，凭皇上对你的那份偏爱，定能平分了贵妃的这。只要你肯帮本宫把贵妃这颗眼中钉脱下手，本宫定在这宫中护你周全。这些都是本宫的一点心意，妹妹莫要嫌弃。娘娘厚爱，昭昭收下。不过昭昭想起一桩旧事，当年在凤仙村曾有人要刺杀我，那人就是信孙。娘娘可知晓此事？自然不知。那皇后怕不怕有朝一日我取代了贵妃，成为您的对手？有些话还是莫要妄言。怎么可能？你这种出身，皇上他不会。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他想说我这样低贱的出身，能封凭不行是怎样。以前我从不在意打扮。这花绣得漂亮，你朝气蓬勃，意气朗朗。是因为谢允，谢允教会我爱人，也教会我爱自己。皇上驾到！当初朕3番5院要接你入宫，你非不可。明明早晚都要入宫，还害得朕等这么多年。看着一张脸，我只觉得生厌。来服侍朕。宫中那些大家闺秀千篇一律，温婉的让人发腻。朕已经腻了，如今看着你，朕倒想尝尝那种久违了的趣味。李昭昭，皇上，臣妾还没准备好，而且臣妾这2日正好癸水来了。你都学会欲拒还迎了？哼，很好，有意思。娘娘，这翡翠如意是皇上特意从国库里挑的，封嫔以来，这赐下的珍丸连贵妃那儿都比不得，皇上对你可真是上心。你还是这副性子，你比那些千篇一律的女子有意思。自我入宫后，他3天2头就往我这里跑，哪怕我不说一句话，
哪怕我一次次的避开他的求欢，越是得不到，他便越是心痒难耐。多年的难耐机之下，我似乎成了他心上的朱砂痣。皇上，真的等够了，是不想陪你再玩这种你追我赶的戏码了。你该侍寝了。皇上，臣妾还没准备好。还没准备好？李昭昭，魔阵等到什么时候？朕给了你位子，给了你荣宠，你就给朕这一句话？你是没准备好，还是心里念着那个谢云？他已经死了，死得透透的。到底哪儿好？朕还记得上次去凤仙村找你时，谢云也在。你的眼里只有谢云，根本没有朕。论样貌才能，朕贵为天子，哪点不比他差？论身份地位，这更是九五之尊，天下都是朕的。是不是因为他会总夸你，帮你干活，你才觉得他好？在你身边1年，明知你身份低贱，朕还是在挣扎中爱上了你。封你为嫔，一次次放下尊尊，让人请你过来。昭昭，你是没有心的吗？说话呀，李昭昭，朕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听着他薄薄的嘴一张一合，吐出谢云2个字时，只觉得他玷污了谢云。为什么不说话？皇上，您不是一直说想要试试臣妾身上的乡野趣味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便随了皇上的愿。行啊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我一点也不懂，也不觉得羞耻。我只是在等。这是什么？什么？昭昭，遇到这种情况，不要有任何犹豫，不要心软，把武器对准他的脖子，直接刺进去。这一刀是替谢家那176口人还的，这一刀是你让他到死都死不瞑目的。你一定很奇怪，我为什么敢来？江燕，我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当年村口救下了你。你记住了，我不是什么受你恩赐的礼品。教我的招式，我练成了。将军在奔赴西北前曾留了死后部署，他交代过，若他真的出了差池，我们这帮残兵败将这辈子唯一的军令，就是务必照看好昭昭姑娘。早就想过这一天。将军说，那位性子狭隘，迟早会盯上这儿。姑娘，随我们走吧，去凉州。不，我要去京城，我要进宫。姑娘，那是以身涉险，是羊入虎口啊！谢允的血不能白流。既然如此，末将纵使搭上这条命，也护送姑娘入局，祝姑娘功成返还。昭昭姑娘，可曾了断？江燕死在龙床上，此刻火应该已经烧起来了。谢将军英灵不昧，昭昭姑娘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密洞出口外已安插了接应，马车会连夜出城。将军亲口对末将说，请末将等务必要帮将军照看好昭昭姑娘。不入虎穴，
便能娶江燕守住。阿娘总说李昭昭会有好姻缘，可这好姻缘是谢允用命守下来的。走水啊！快进宫走水了！殿门被反锁了，根本进不去，皇上还在里面啊！皇上驾崩，膝下并无后嗣，国际不稳，应当立宗室长子继位，那是乱臣贼子。先帝走得突然，唯有礼嫔娘娘知道当夜细节，可礼嫔娘娘也殉了葬。现在谁手里有诏书，谁才是正统。昏君已灭，随我收复旧土，为谢将军证明。谢允，你的旧部做到了。这大魏的江山，你守了一半，剩下的他们替你拿回来了。昭昭姑娘，若不是你回来，我这条老腿怕是又要废了。大家都说你在京城发了财，怎么还愿意回来这偏僻地方受累？发财那是旁人的闲话，这药草的味道，我闻着才最安心。谢允，昨儿个春婶家的小子娶媳妇了，锣鼓喧天的，闹了我一夜没睡好。我还新摘了许多茯苓，这东西安神。我想着你也该睡个好觉。你在那边，没人敢再让你摸刀看军报了吧？谢允，我不能像之前一样天天来看你了。药铺的营生蒸蒸日上，以后可能会有点久才能回来。这次轮到你等我了。昭昭啊，你这又是何必？你还年轻，这凤仙村虽然太平了，但你一个女子总归得有个依靠。隔壁村的张猎户人最是好事，他也知晓你的医术，多次托我来问，要不咱见见？婶儿，我不找了，多谢你的好意。这些鸡蛋你带回去给孩子吃吧。你这傻丫头，难不成要守着空屋子一辈子啊？因为我已经有过世界上最好的人了。谢允，李郎中，您真是活菩萨。这城里的名医都说没救了，您几针下去，我这咳嗽竟好了大半。不过是便明了寒热，再吃3贴药，忌生冷。末将陈震参见将军夫人。陈将军，此地没有将军夫人，只有李昭昭。昭昭姑娘，如今江氏江山已易主，新帝感念谢将军忠勇，特颁下圣旨，封您为一品诰命，要接您回京安享荣华。那金砖堆砌的京城，是谢允的丧地。陈将军，你觉得我会回去吗？可这里生活清苦，清苦的不过是心。陈将军，你肝火过旺，这是降火的方子，带上你的兵，莫要再让这里的土地再沾上官家的气。李朝昭，这条江氏的走狗害死皇上，今日纳命来！你们竟然一直守着他！
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我或许正守在边疆看落日，又或许你在泉下守着阿娘。若我能归，便陪你终老；若我回不来，昭昭，你要告诉自己，我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。我在后山的凤仙花田旁为你留了一处避暑的凉亭，图纸在盒子底侧。若哪天你累了，便去那儿坐坐，那里的风便是我在吻你。谢允，你这个傻瓜，你安排好了一切，却独独没教我，没有你的风该怎么吹。原来他从一开始就知道，那京城的繁华是一场鸿门宴，他把唯一的生机留给了我，却把所有的绝望带回了那个冰冷的朝堂。郎中，救救我家公子，派往边境探查的斥候。抬去药铺，准备止血散和烧红的匕首。江家毁了多少个这样的少女？将军，卑职不辱使命。使命已达，睡吧。谢救命之恩，敢问夫人尊姓大名？我叫李朝昭，一个在山里等人的普通妇人。阿娘说我的姻缘在画里，其实阿娘错了，我的姻缘在风里。它在，这风就是暖的。昭昭，不久，刚看完一场落日。